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今天我就来和大家聊一个 JAXA 的小行星探测器。它用17年行程60亿公里，经历磨难，九死一生，最终鞠躬尽瘁，燃烧自己，不辱使命。它是被吉尼斯纪录认定的首个在小行星上着陆，并把小行星物质带回地球的探测器。这个探测器就是 JAXA 在2003年5月9号用 M5 固体运载火箭发射升空的隼鸟号小行星探测器。看到这儿的朋友可能会好奇，月球、火星我们都还没了解清楚，太阳系内还有其他的行星和卫星，可人们为什么要对那么不起眼的小行星进行探测呢？其实，自从1956年前苏联的东方号运载火箭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太空开始，人类在近70年的航天探索中，已经发射了数以万计的航天器。如今，人类发射的外星探测器已经抵达了太阳系内所有大行星及部分矮行星和卫星，人类甚至还登上了月球。然而，就在人类越来越多的了解宇宙、了解银河系、太阳系的同时，人们却发现还有很多我们关心的问题是无法通过对太阳系内其他行星、卫星的探测得到解决的。就比如，地球上的水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地球上的有机物和生命又来自何方？太阳系最早的状态又应该是什么样子？等等。目前虽然有一些理论或假说来解释这些问题，但一直缺乏真凭实据。科学讲究的是实证，任何理论只要没有实证，就只能是一种假说。那么我们该去哪儿去找实证呢？自然是要到太阳系里最古老、受自身或外界影响最少的天体那儿去找了。像地球、月球、火星这样的天体，它们的表面经历了亿万年的地质变化和陨石的轰击，早就改变了原先的模样。而像木星、土星这样的气态行星，表层更是在不断的变化。但是在小行星和彗星上，由于没有剧烈的地质变化，也没有足够的引力来吸引其他天体撞击，在它们身上很可能保留着太阳系形成时的原始痕迹。很多科学家都认为，了解太阳系和地球的许多疑问的密码，也许就蕴藏在小行星和彗星上。甚至有科学家认为，地球上的水和最原始的生命可能就源自于小行星和彗星。另外，小行星撞击地球一直是对人类和生态的重大威胁。研究小行星可以帮助人类去应付这些灾难。说起派遣探测器去探测小行星，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70年代初。1971年 NASA 发射了火星探测器水手9号。水手9号在探测火星的同时，顺带拍摄了火卫1和火卫2这两颗火星的卫星。火星的这两颗卫星被认为是火星捕获的两颗小行星，因此水手9号的这次探测也被认为是人类最早接触小行星。1991年 NASA 的伽利略号木星探测器先后飞掠了盖斯普拉和爱女星这两颗小行星，首次获得了小行星的高清度照片。1997年 NASA 发射了尼尔舒梅克号探测器，这是第一个专门探测小行星的探测器，它的探测目标是爱女星。途中尼尔舒梅克还和小行星253梅尔希德擦肩而过，并对它进行了拍摄。1999年 NASA 又发射了深空1号和星辰号两个小行星彗星探测器，这两个探测器探测了多颗小行星和彗星，它们还对刚刚开始使用的包括离子推进技术在内的几十项深空新技术进行了验证。最终星辰号还从维尔特2号彗星的彗发中取样返回，成为首个取得彗星样本并送回地球的探测器。根据预计2025年5月，中国将发射它的首个小行星探测器天问2号，将对近地小行星2016 HO3 伴飞探测并取样返回。在日本，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 JAXA 就规划了一个代号为
MUSEC 的小行星采样返回计划。计划取样的主目标是小行星4660海神星，取样的备份目标是小行星1989 ML。然而，原本用于发射探测器的运载火箭却因为原制工作的拖延，导致迟迟无法实施发射。在令人不安的等待中，这两个原定的目标都飞离了预定的位置，因而错过了发射窗口。没有办法，日本的科学家经过紧急磋商决定，把探测目标换成小行星25143密川小行星。这是一颗直到1998年才刚刚被发现的，以日本火箭科学先驱密川英夫的名字命名的小行星。它长535米，宽294米，高209米，外形就像一个大土豆。2003年5月9号 MUSEC 探测器终于发射升空，探测器在升空后不久就被重新命名为隼鸟号。它的探测目标就是位于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上，距离地球大约3亿公里的密川小行星。隼鸟号的发射质量是510公斤，外形尺寸是 1.6 米乘1米乘 1.25 米，太阳能电池板展开后的宽度大约是6米。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探测器，依靠着携带的4台离子推进器和姿态控制系统的 X 轴、Y 轴、Z 轴姿态控制装置，前往距离我们3亿公里的密川小行星，并采样返回。而且由于地球和密川小行星不停地在运转，隼鸟号来回的最终行程将达到60亿公里。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发射了，大家都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了，但其实这只是隼鸟号充满苦难的艰辛历程的开始。在隼鸟号升空4个月后，也就是2003年的9月，4台离子推进器中的一台就出现了故障，隼鸟号只能依靠剩余的3台离子推进器继续前进。11月，太阳发生了一次有记录以来最猛烈的耀斑爆发，这次耀斑爆发直接导致隼鸟号的太阳能电池板受损，供电能力大幅下降。就这样，拖着病体的隼鸟号经历了2年多艰辛的航行，在2005年7月29号终于接近了密川小行星。7月31号 JAXA 发现隼鸟号的姿态控制系统中用于控制 X 轴姿态的控制装置出现了故障。大家要知道，航天器在太空中飞行的时候，需要在 X 轴、Y 轴和 Z 轴3个方向上保持稳定。X 轴姿态控制装置出现故障，就像一架飞机在飞行中突然失去了方向舵的控制，是相当危险的。针对这种情况， JAXA 只得决定用离子推进器配合剩余的 Y 轴和 Z 轴2个轴的姿态控制装置来实现对隼鸟号的姿态控制。然而祸不单行，10月2号隼鸟号的 Y 轴姿态控制装置也失灵了。没办法， JAXA 只能继续上述的操作，凭借着仅剩的 Z 轴姿态控制装置，再加上离子推进器来控制隼鸟号的飞行姿态。这就像一架飞机，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都失灵了，只能依靠发动机和机翼上的襟翼来控制飞机的飞行姿态，难度之高可想而知。然而就是凭着这么一点点姿态控制能力，隼鸟号还是在艰难地环绕着密川小行星飞行，对小行星的形状、地形、组成、密度等进行了观测。11月12号隼鸟号第一次尝试进行小行星采样，它先是下降到密川小行星表面上方55米的高度，向小行星投放了目标定标球和微型着陆器。不过由于此时隼鸟号的高度过高，而密川小行星的引力又太小，因此在这样的高度下，释放的目标定标球和微型着陆器都没有落到小行星的表面，而是逃逸到了太空，操作失败了。接下来按照预定的程序，隼鸟号就应该执行后续的采样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系列新的故障又开始出现在了隼鸟号上。首先，由于 X 轴和 Y 轴姿态控制装置都是失效的，隼鸟号的姿态控制能力变得很弱，不能够使自己的太阳能电池板
稳定的指向太阳，隼鸟号的供电出现了问题。同样，隼鸟号的天线也无法稳定的指向地球，隼鸟号暂时失去了和地球的联系。这时，隼鸟号只能孤军奋战，依照预定的程序来完成一系列的降落采样活动。接下来，在自动采样程序执行期间，问题又继续出现。为了实现采样， JAXA 的设计人员为隼鸟号配置了一个小型撞击器。这个小型撞击器其实就是一把发射枪，能够发射一颗质量为5克的金属小球。在隼鸟号准备采样的时候，会先接近小行星的表面，然后启动小型撞击器，用金属球撞击小行星的表面，小行星上被金属球激起的物质就会被布置在撞击器旁的样品收集器所收集。隼鸟号就是这样来采样的。这个装置的设计非常巧妙，后来也被用到了隼鸟2号探测器上。不过，为了防止撞击器被误触发，设计人员把隼鸟号的着陆模式和撞击器的发射程序进行了互锁，也就是只有降落模式解除之后，才能够启动撞击器的发射程序。但是在隼鸟号的第一次采样过程中，由于着陆程序始终无法解除，导致撞击器没法发射，因此隼鸟号的第一次采样就这样失败了。几天后，地球和隼鸟号的通讯短暂恢复。在地球的指令下，11月26号，隼鸟号第2次尝试在小行星上降落，并在1秒钟后分离。这一次，地面收到了降落和子弹发射的信号，整个过程动作正常，采样工作终于完成了。但就在此时， JAXA 却发现隼鸟号发生了燃料泄漏，所幸在阀门关闭之后，泄漏的现象暂时消失了。按理说，完成采样的隼鸟号就该开启回家之旅了，但是隼鸟号所遇到的困难还远远没有结束。12月9号，隼鸟号再次与地面失联，这次失联持续了49天，直到2006年1月23号，人们才再次收到了隼鸟号发回的信号。而且由于飞行姿态不稳定，隼鸟号已经不能使自己的天线持续的指向地球，隼鸟号的信号只能是断断续续，每次和地面通讯的时间只能够维持20秒钟。JAXA 的工程师们只能紧紧抓住这转瞬即逝的20秒，向隼鸟号发出一系列的指令。经过他们不懈的努力，隼鸟号最终起死回生。但是也正是因为这失联的49天，隼鸟号错失了2005年12月返回地球的最佳窗口期，它只能独自在寂静的太空徘徊一段时间，直到2007年4月，回家的窗口才再次出现。2006年1月26号，工程师们又发现隼鸟号的11个锂电池中的4个已经完全无法使用，而且此前发生泄漏的燃料现在也几乎流失殆尽。缺乏燃料，供电紧张，通讯不稳定，这就是隼鸟号当前所面临的困难。不过尽管面临着种种困难，隼鸟号还是在2007年1月17号把样品容器转移到了返回舱，并对其进行了密封作业。2007年4月，隼鸟号的回家窗口终于开启，隼鸟踏上了回家之旅。但是它回归的旅途依然是困难重重，艰辛异常。首先，由于燃料泄漏，12台自控发动机全部停机，地面指挥站只能依靠交替启动隼鸟号的3台离子发动机来实现对隼鸟号的姿态控制。其次，隼鸟号上许多零件因为老化而故障频发，经常失联。2009年11月，新的坏消息又来了，隼鸟号上剩余的3台离子推进器中，又有2台离子推进器的部分器件出现了故障。大家现在从屏幕上看到的标有 A、B、C、D 4个小圆盘状的物体，就是隼鸟号的4个离子推进器。最早出现故障的是编号为 D 的推进器，而这次是编号为 A、B 的2个推进器的部分设备出现了问题。现在隼鸟号仅剩1台完整的离子推进器可以使用，但是您要知道，
仅凭一台离子推进器是无法回家的，至少需要2台离子推进器才能够让隼鸟号走完回家的路程。就这样，隼鸟号再次陷入了绝境。就在这时，加克夏的国中军教授突发奇想，他利用 A、B 2台发生不同故障的离子推进器中完好的部件，重新组合成一台新的离子推进器，这才使得隼鸟号有了2台回家的引擎。就这样，身残志坚的隼鸟号凭借着微弱的动力和强大的毅力，从2007年4月开始，一步一步靠近地球。这一路，隼鸟号足足走了3年。2010年6月13号，隼鸟号以12公里每秒的速度进入大气层，它终于回家了。19点54分，装载着小行星样本的返回舱和隼鸟号分离。大约在22点30分，人们看到天空中划出一道绚丽的亮光，那是隼鸟号在和大气的摩擦中产生的剧烈燃烧。此时的隼鸟号如烟花一般绚烂，如流星一般夺目，它正燃烧着自己，照亮着对未知充满渴求的大地。最终，隼鸟号融化在天空里，留给人们的是它历尽苦难带回的样本和在人们脑中无限的遐想。很快，人们赋予了它一个崇高的称号——太空不死鸟。隼鸟号所释放的返回舱最后安全地降落在南澳大利亚北部的沙漠，并被安全地回收。科学家们小心翼翼地打开这个密封的胶囊，首次获得了来自一颗小行星的样本。这些样本总共有1500个之多。后来，围绕着隼鸟号样本展开的研究持续地进行。2011年3月10号，加克夏的研究小组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月亮与行星科学大会上首次对外公开了隼鸟号带回微粒的初步分析结果。研究人员发现，这些颗粒中存在着橄榄石和斜长石等岩石的结晶。他们认为这些岩石很可能经历过高温，同时他们还发现这些颗粒和地球上发现的 LL 型岩石颗粒的特征是一致的。这些颗粒受热后所产生的气体没有地球物质的特征。此外，在对岩石的检测中，研究人员没有发现有机物、碳元素和与生命有关的物质。虽然这些信息并没有提供地球生命来自小行星的证据，但是这些信息还是对人们认识小行星，甚至认识地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隼鸟号的此行历时7年，行程61公里，相当于地球绕太阳转了6圈。它是人类首次在月球之外的天体上着陆，并成功采样返回的探测器，在人类的航天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此外，除去科学探测本身的意义，隼鸟号的经历也带给人们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它的传奇经历让人们知道了探索的意义。面对突发状况，看似已经无能为力，但我们依然可以发挥聪明才智，想出对策，扭转局面。所谓经历风雨，终现彩虹。隼鸟号的历程比小说更具戏剧性，堪称奇迹。而成就这一奇迹的，就是加克夏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的信念、梦想、勇气和坚持。这一切自然逃不过导演和纪录片制作人的法眼。迄今为止，至少已经有3部关于隼鸟号的电影上映，纪录片和书籍也在相继发行。在2011年的电影《隼鸟号》中就有这样的片段：当隼鸟号的探测器弹出返回舱后，在加克夏工作的人员以及全球爱好者的关注下，隼鸟号探测器如期的冲入大气层，并发出一道耀眼的亮光。面对这样的时刻，主人公加克夏的职员水泽惠说：“再设计另一个探测器。”没错，再设计另一个探测器。2014年，加克夏发射了隼鸟2号探测器。由于有了隼鸟号的经验和教训，隼鸟2号顺利的从一颗名叫龙宫的小行星上取回了 5.4 克样品。2020年，在隼鸟2号飞掠地球的时候，把返回舱送回地球。而隼鸟2号
则利用残余的推进剂又赶着去执行下一个任务。根据预计，2031年7月，隼鸟2号会抵达一颗编号为1998 KY26 的小行星附近，并对该小行星进行近距离的探测。到时，它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纵观隼鸟号的一生，曾经经历多少失败，多少险恶，但正是一份永不放弃的信念，一直支撑着他和他的团队。最终，隼鸟号的成功和他所获得的经验教训，一直还影响着我们。他的故事也变成一个传奇，影响着以后的航天从业者。好，关于隼鸟号的传奇经历，今天我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了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